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？今天的故事又与铁傀儡有关，不过本期铁傀儡跟之前那几期不太一样。OK， 请各位新粉老粉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，长按点赞按钮给一个推荐吧，点赞越多更得越快，发车。故事是这样的，玩家被邀请进入了朋友老八的服务器，看着游戏画面，看着蓝天白云，玩家不禁感叹，还是 MC 好玩啊！当然，服务器里面还有老六，此次是玩家与老八、老六的三人生存，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老八和老六搭建的小木屋中。好吧，我承认我说错了，这不是小木屋，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庄园呐！有山有水有树林，连家禽的窝儿都这么豪华。在朋友老八的带领下，玩家简单的参观了一下这里。由于时间紧迫，老八并没有单独为玩家和老六建造卧室和床，所以需要玩家和老六自行建造住的地方和床。玩家与老六各自出去收集材料了。根据老八事先说好的，5分钟后在大本营集合。很快5分钟到了，玩家赶忙回到了大本营与老八会合，各自汇报了自己的战况。老八说自己收集了很多铁，老六说他发现了大量的南瓜。还没等玩家开口，老八就说南瓜，刚好啊，我有铁。老六，你有南瓜，我们就可以制作铁傀儡了，来保护我们的大本营。玩家一听，这主意不错，说干就干。很快玩家与老八跟着老六就找到了这些南瓜的位置。玩家通通的将这些南瓜收入囊中，足足有10块，可以制造10个铁傀儡。这样还用担心大本营遭到攻击吗？三人越想越兴奋，一起返回了大本营。而此时游戏中的天色也进入了夜晚，并且下起了大雨。在三人的见证下，他们第一个铁傀儡诞生了。可三人沉浸在这愉悦的气氛还没多久，突然他们就与服务器断开了连接。玩家三人一脸懵，什么情况？服务器怎么就突然断开了，又再次重连？老八认为应该是自己的网络不太好，所以他打算换一个网络节点，这样服务器就应该会稳定了。可当三人返回屋内时，屋内竟离奇的着起了火，这就更离谱了，并且他们制作的铁傀儡不见了。难道在他们断开服务器这短短的10几秒钟，他们的大本营遭到了 MC 生物的破坏？铁傀儡为了保护大本营壮烈嗝屁？不应该呀！老六怀疑会不会是服务器被其他玩家破坏了，玩家觉得老六说的也不无可能，但老八特意又退出去看了看，他很确定服务器他设置了加密，除了他们3个人，其他人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进来。三人都陷入了一脸茫然之中。那么屏幕前的你觉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如果老八和老六的猜想都不成立的话，那很有可能那个失踪的铁傀儡有问题。三人此时站在了一起伸出了双手，喊出了 All for one and one for all， 接着便开始去寻找那个失踪的铁傀儡，看能否找到一些线索。大家可能不知道玩家三人喊的这句英文是什么意思，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。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。说直白点，就是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，玩家三人都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，互相帮助，互相理解，这样他们的团队才能更强。看得出来，玩家三人又分头行动了，目的很明确，就是找到那个失踪的铁傀儡。前不高能预警，请各位超牛玩家赶快在弹幕打出我真牛，激活弹幕护体。而此时游戏内的天色下着瓢泼大雨，并且四周迷雾重重，玩家只能依靠火把微弱的光亮穿梭于树林矿洞之中。很快，幸运的玩家就发现了异常。当他来到一处河岸旁边时，隐约在前方看到了一个物体。由于四周环境较暗，加上雾大，玩家并不能很准确地判断出那个物体是什么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个物体是红色的，并且体型很大。而此时朋友老八也呼唤大家回大本营集合。很快三人会面，玩家向老八与老六讲述了自己的发现。要不是人多呀，老八碍于面子，否则的话老八差点奥利给都给吓出来。多亏有老六安慰，老八才缓和了紧张的心情。此时三人都想起他们之前一起说的誓言，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，有事大家一起扛。于是三人决定来到刚刚玩家发现那个奇怪物体的地方，看看能不能调查出这个红色物体的真实面目。三人还是打算分头探索。玩家来到了一处白桦树林时，发现地上有一些红石粉，观察了一番，玩家刚抬头，只见一个貌似铁傀儡的红色大块头朝着玩家靠近。玩家一晃神的功夫，那个物体就不见了。通过放慢画面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物体99%神似铁傀儡，只不过身上有一些番茄酱，应该是偷吃村民家的汉堡，被村民泼上番茄酱当做惩罚了吧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这样的铁傀儡玩家还是有些怕的。玩家本能的叫上老八与老六，三人赶快回到了大本营。而大本营现在的情况也在玩家三人的意料之中，大本营又再一次遭到了破坏，三人都彻底绷不住了。而正当三人讨论间，屋内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这个红色铁傀儡已经出现了。随后紧张刺激的 MC 大逃杀又要开始了。别看玩家三人喊誓言的时候一个比一个声音大，真到这时候了，还是老八与老六跑得最快呀。玩家很不幸沦落为了老莫，最终他掉入了一堆沙子陷阱中，开心快乐的嗝屁了。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呢？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。那啥，都看到这儿了，还没有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加收藏的，你们懂我意思吧？麻烦这次一定好吗？